你敢相信吗？樟宜机场不仅免费直播全部104场世界杯比赛，还拍宣传片，请国家队球员出镜，设计互动挑战，甚至送出价值超过50新元的奖励，就为了鼓励本地居民专程跑去机场看球。为什么一个交通枢纽现在越来越像主题乐园？为什么世界杯这种全球顶级的体育赛事会被樟宜机场如此高调地直接搬进航站楼？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蹭热点营销，那你绝对低估了新加坡的野心。因为这场世界杯真正踢的根本不是足球，而是新加坡关于体验经济的下一盘大棋。经樟宜机场宣布在世界杯期间免费直播全部104场比赛，覆盖整个赛事周期。除了第3航站楼 B2 那个标志性的 ST3PS 超高清 LED 大屏，4个航站楼的中转区电视休息室也会同步播放。问题来了，如果仅仅是为了服务过境旅客，有必要做到这种全天候覆盖的程度吗？传统机场的底层逻辑是效率，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是你准时值机，快速安检，然后赶紧登机走人。但樟宜机场完全反其道而行，他希望你提前来，希望你留下来，甚至希望你就算没买机票也要专程带家人过来逛。这里就引出了商业世界里一个极其核心的关键词，停留时间，也就是 dwell time。在零售经济里，停留时间越长，消费的概率就成倍增加。一场世界杯比赛90分钟，加上中场休息和赛前赛后的讨论，一个观众平均要在屏幕前停留2到3个小时。104场比赛算下来，这相当于连续1个多月全天候不断档的超级流量入口。球迷们要喝啤酒，要吃宵夜，要买周边。足球在这里只是一个内容载体，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才是樟宜机场真正算计的黄金生意。你可能没注意到，樟宜机场正在经历一场疯狂的进化。曾经的机场功能极其单一，托运行李、候机、离开。但今天的樟宜机场是什么样？星耀樟宜那座震撼的雨漩涡，郁郁葱葱的森林谷，镜面迷宫、悬空蹦跳网，还有蝴蝶园、巨幕电影院，各种顶尖艺术装置和品牌快闪店。现在连演唱会直播和世界杯都被塞进来了。樟宜机场官方早就把自己的定位改成了目的地本身。过去，机场只是服务于旅行的一个过境站，而现在，旅行仅仅是樟宜机场众多功能里的其中一项。新加坡正在用极其激进的方式模糊掉所有的边界。你在樟宜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机场、商场、顶级景点，还是一个超大型的社区娱乐空间。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在现代航空业，安检速度和值机效率这些硬指标太容易被复制了，砸钱买设备就能追上。但是体验是很难复制的，把设施建好只是第一步。新加坡最可怕的政经智慧，其实藏在他们对流量的极致利用里。新加坡不是世界杯的主办国，甚至连一支能打进世界杯的参赛队伍都没有，但它却能凭空把这股席卷全球的狂热情绪，精准转化为自己的商业利润。凭什么？因为新加坡的决策层非常清楚，对于一个资源有限的岛国来说，从零开始创造一个超级 IP 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最聪明的做法是借用超级 IP。世界杯拥有数十亿的全球观众，具备跨越年龄和阶层的传播力，自带极强的社交属性和情绪共鸣。于是新加坡做了一件他建国以来最擅长的事情，把别人的流量变成自己的场景价值。我们拉开历史的视角看，这种借势逻辑简直刻在新加坡的 DNA 里。利用马六甲海峡的地理位置，它成了航运中心；利用国际资本的流动，它成了金融中心；利用跨国企业的扩张，它成了区域总部中心。而今天，它在利用全球最顶级的文化 IP 来强化自己体验消费中心的地位。底层逻辑从来没有变过，小国确实无法什么都自己创造，但它可以成为所有全球流量经过时的超级放大器。这恰恰是新加坡最典型的发展逻辑。
樟宜机场还专门推出了一部全新短片，他们请来了新加坡国家队队长哈里斯·哈伦，还有足球传奇人物范迪·阿莫出镜。请注意短片最后打出的这句核心口号，他写的不是新加坡在哪里玩，而是世界来哪里玩。主角根本不是新加坡，而是全世界。这其实是在极力强化一种极其高明的身份认同。新加坡绝对不做旁观者，他要做的是连接者。港口连接的是货物流动，金融中心连接的是资本流动，机场连接的是人员流动，而如今的世界杯连接的是全球的情绪流动。这就是为什么宣传片的镜头是从一个小球迷的视角开始，让足球一路穿越机场的各个场景。它讲述的早就不只是一个关于足球的故事，而是一个宏大的国家叙事，一个小国如何通过极致的场景设计，让全世界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都心甘情愿地在这里相遇。过去我们谈论机场竞争，比拼的都是航线数量、准点率、中转效率。后来大家开始卷商业，比拼免税购物、餐饮选择和硬件设施。但今天，竞争维度已经彻底升维了。未来的顶级枢纽到底在争什么？答案是，谁更容易被人喜欢，谁更容易制造深刻的记忆，谁更容易让旅客产生归属感。足球天然具备这种能力，它能瞬间制造兴奋、遗憾、紧张，能带来陪伴感和几百人一起狂欢的共同回忆。多年以后，人们未必记得当年的登机口号码，但一定会记得那个夏天，我在樟宜机场和一群陌生人一起看世界杯，为那个绝杀进球疯狂欢呼。这种带着温度的记忆，比任何斥巨资投放的商业广告都值钱。因为在体验经济的终极战场上，品牌最终争夺的根本不是表面的曝光量，而是你在用户脑海里占据的位置。机场竞争已经正式进入了拼抢情绪占有率的新时代。新加坡早就抛弃了把机场仅仅当作交通设施的旧思维，而是把它打造成了国家级的消费与体验基础设施。飞机，普通人确实不会天天坐，但人的时间、情绪和注意力，每天都在全球范围内疯狂流动。当港口连接了货物，金融中心连接了资本，数据中心连接了信息，那么未来最有价值的连接点是什么？也许就是人与人共同经历的情绪。樟宜机场正在做的，就是把这股全球最庞大、最有价值的情绪流量，直接转化成自己的长期竞争力。它现在的竞争对手，早就不是迪拜、香港或者首尔的机场了，而是顶级的商场、电影院、酒吧、主题乐园，甚至是整个城市的休闲娱乐空间。对于资源极度有限的新加坡来说，它未必拥有最广阔的本土市场，但它总能找到办法，把全世界最热的故事变成自己牌桌上的机会。世界杯只是一次开始，下一次被搬进樟宜机场的会是什么？是顶流歌手的跨国演唱会？是全球电竞总决赛？是奥运会？还是另一场属于全人类的集体狂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如果樟宜机场免费直播世界杯，你会专程跑去看吗？你觉得未来的机场应该只是一个赶路的地方，还是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内容，记得点赞并转发给你的朋友，也欢迎关注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